您好，这是静姐说花。今天我们来说蝴蝶兰的根。烂根可能是最常见的问题。针对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打算从头说起，从源头解决。所以这期视频可能会包括根的构造、工作原理、功能以及烂根的救治。蝴蝶兰的根儿从外观看大致就长这个样子。我做了个图解释一些概念。根儿的表面有一层皮，就像树有树皮，根尖儿颜色不同的部位的表皮还没有木栓化。那个颜色不同的根尖儿，通常我们就叫它水晶头，并不是所有的根尖儿都有水晶头。灰白色部分的表皮已经木栓化，在干的状态下不太透明，会呈现这种灰白色。一旦湿了之后，就会变得有点透明，里面的颜色也就能透出来了。所以根上这层表皮颜色的变化是帮助我们判断是否要浇水的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最好能记住这两种颜色的区别。蝴蝶兰浇水的原则是干湿交替，干就是根要干成这种灰白色。如果是往盆里浇水，盆里的根也要干成那种灰白色，像这样绿色就暂时不用浇。如果我们把一条根横着切开，那个横断面的构造大致是这样的：中间是一条细细的，有点像小木头一样的根儿，在这个根儿外面裹着厚厚的一层肉质的根背，根背的最外面就是它的表皮。根背里面存储了大量的养分水分，所以这么胖胖的。能够见到光的根背里会有叶绿素，所以呈现绿色。物质的传输方向大致是这样的：外部环境的养分水分会被吸收到根背里面，根背里面的物质又会被横向传输到中间那条细细的根儿里。中心的那个根儿就是遇到烂根的时候剩下的那个白色的筋儿。所以根背里面物质的传输方向是由四周往中心横向传输。不过这个传输方向并不是单行道，是双行道，也可以反过来。不过我们只需要记得一点，根背与中心那个根儿的传输是横向的就行。根儿和植株之间的物质交换是纵向的。这儿说的根儿是指中间那个筋儿，我干脆说根筋儿吧。植株是通过根筋儿纵向传输物质，根背里面的物质是横向传，不会纵向传。可以大致这样理解，比方说人体里面的血液是流通在血管里面的，而不是通过什么肌肉啊、脂肪就互相传了。肌肉、脂肪里面的血液要进到血管才能回到心脏，心脏里面的血液也要通过血管才能流到肌肉、脂肪，肌肉、脂肪里面的血液就只跟它相连的血管进行交换。当然这个比喻好像不太贴切，但大致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吧。通过根尖的纵向传输也是双向的。知道了传输方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根被断了一截，这个根照样可以工作。因为断的只是根背，中间的筋儿并没有断。根背与根筋儿的传输方向是横向的，所以根背只要还包裹在根筋儿上就可以工作。蝴蝶兰的根为什么是这种构造，或者说蝴蝶兰中间的那个真正的根儿外面为什么要裹着一层根背？这就是它所处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又或者说只有这种结构才能适应它所在的生活环境。它的根儿呢，没有埋在土壤里，而是包在树干上，过着旱涝难以预料的日子，所以根外面的那一层根背就是它的粮仓和水库。当水分充足的时候，它会把多余的先存储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就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会听到说蝴蝶兰很耐干旱，即便很久不浇水，它也干不死。但我们又知道它是来自热带雨林的植物，即便天天下雨，连阴天它也没有问题。
可是呢，到了我们家的花盆里，我们还没有天天浇水呢，稍微给多了一些，就很容易造成烂根。这是为什么呢？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花盆里的透气性肯定没有树干上好。还真是这样，透气性好，即便湿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滋长细菌。但在透气性不好又潮湿的位置，也就是闷湿的位置，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如果我们养在花盆里，又装了一些植料，根部的环境已经变得不那么透气了，给它浇水自然也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我们说的给蝴蝶兰浇水要见干见湿，盆里面根的颜色要在这两种颜色之间转换。其实根表面见干见湿也不仅仅是我们养在盆里才有的要求，它之前长在树上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它已经很适应了。我们养在盆里的蝴蝶兰，如果在盆里面的根已经变成这种灰白色，那也说明植料已经干得透透的了。这种干得透透的环境是不利于细菌滋生的，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根会腐烂的风险。蝴蝶兰的根为什么那么容易腐烂呢？其实腐烂的就是它的根背，因为根背里有足够的水分和养分，是细菌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在养护蝴蝶兰的时候，所要做的是尽量保证我们提供的水分养分是给到蝴蝶兰，而不是给到细菌。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方面前面已经说的，见干见湿给水，因为干的环境不利于病菌滋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增加透气。具体的方法是放到盆里的植料尽量疏松，盆最好是侧面也有孔，这些都可以提高根部的透气性。同时放置在一个通风良好的环境也很重要。通常来说，如果能做到这些，根就不太容易烂，或至少是烂的不会太多。但是千算万算总有算不到的时候，因为烂根也不仅仅只有透气和水这两个因素，其他情况也有可能造成烂根。比方说肥给多了，烧坏了，或者虫啃了等等。也就是说，烂根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呢？怎么救治呢？关于具体的救治烂根的措施，之前曾经发过好多视频，那些具体的措施也都还可以用。不过今天在这儿，我想简单汇总一下。如果发现盆里面出现烂根，说明之前的养护不当。这个不当可能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水多了、肥多了，甚至环境温度不合适了，里面有虫了等等。如果能够找到具体原因，对症下药是最有效的。但往往有时候是这样的，很容易查找的原因呢，也已经查过了，甚至也已经处理了，依然解决不了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这么做，如果盆里的烂根不算很多，植料也不陈旧，我们就用很多的水去冲盆，使劲冲，多冲一会儿，然后晾干，直到盆里面的根完全干了之后再去冲。这儿说的直到盆里面的根干了，是要干到那种灰白色才算。这个从湿到干的过程可能要很多天，但不论需要多少天，一定要狠下决心来死等，等到干了才再次给水。如此反复循环几个周期，烂掉的根呢不会恢复，但是会出新的根。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第一次冲水可以不管盆内目前是干还是湿，直接去冲。这次冲水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水，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新盆内，冲掉一些有害的物质。但冲了这第一次水，不论主要目的是什么，毕竟盆里面已经湿了，所以一定要等到干了之后再冲第二次。
之后的每次冲水之间都要干透了才冲。这期间可以暂停给肥，暂停泡盆，只用冲水的方式给水。暂停给肥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比较简单，避免因为给肥不当造成再次烂根。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呢，是说盆里面的烂根不算太多。那盆里面的烂根如果特别多，甚至都已经烂没有了，还可以这么做吗？我自己的感觉是也可以这么做，或者这也算是方法之一。但考虑到如果根烂的特别多，盆里的病菌可能也就特别多，仅仅依靠大水冲盆，或许冲不走足够的病菌。那也可以考虑一下换盆，换成新的植料，同时清理一下烂根，重新上盆。或者拆开之后采用我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一些高湿透气的救治方法，比如挂水绳啊、大瓶子啊、大盒子啊、小口瓶啊等等那些方法。那些具体的方法在这儿就不具体介绍了，这要一介绍，这视频就没完了。听这话，这视频是打算要结束啊？是的，快了，还有一丁点儿内容。这最后一丁点儿内容还包括2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现在常用的救治方法。我现在最常用的抢救方式，也就是前面着重介绍的那个大水冲一冲。如果我发现根有点不好，用大水冲一冲，然后就是干湿交替的正常养护，过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这第2部分补充一点关于根的基本知识。根会有根毛，所以有时候看到长了一层白白的毛茸茸的东西，很可能是根毛。根毛是用来附着在物体上用的，比方说抓在树干上。根会主动去寻找他认为比较好的方向去生长，而避开他认为不那么好的方向。所以如果长在盆里的根大量的往外逃，那有可能盆里的环境他认为不太好了。当然有少量的一部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蝴蝶兰的根比较崇尚自由，不是那么愿意被束缚，所以从盆里出来一部分也是很有可能的。长时间长在盆外的这些气生根，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过于长，它可能更适应外面的生活。换盆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收到盆里，但收到盆里之后，如果遇到高湿不透气，它比原本就在盆里的根更容易腐烂。所以这些根刚被收到盆里的植料里面的时候，更需要干湿交替，让它慢慢适应植料里的环境。蝴蝶兰的根大致上具备这些功能或者说作用：吸收、存储、传输、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固定作用等等。蝴蝶兰的根有避光性，通常它会选择避开光比较强的那个方向生长。比如说这个根在2个叶片之间，它选择往里钻，因为里面相对暗一些。蝴蝶兰的根没有趋地性，就是它的根不是总是朝向地球生长，它可以去任何方向。好了，关于蝴蝶兰的根先讲这么多吧，再讲视频实在是太长了，那就先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